大家好，我是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讲一下如何写一个好的提示词，让 Cursor 能帮我们写出更好的一个代码。那昨天晚上到今天非常火的一个新闻呢，就是 OpenAI 的一个草莓模型，它是预计未来2周内发布。这个模型的话，它是专注于提升 AI 的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它能够解决以前从未解决过的复杂数学问题。但是呢，我看到有一些报道或者新闻说，这个的话要付费$200一个月，那还是挺贵的。而且问他一个问题，他需要10到20秒来思考和生成。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做一个复杂的项目的话，那$200雇一个 AI 助手可能还是比较值得的。这里呢，就是据报道的话，它是用的一个就是思维链 COT 的一个提示技术。目前它仅能支持文本输入和输出，不能处理图片。它可以自己去改善。像我之前分享过的Replit Agent， 它其实就是有自我反思和改善的，所以现在的是模型或者是产品，它是越来越智能了。我看到有些报道呢，它是说ChatGPT 它会推出一个 Pro 的一个会员，所以它也是有$200一个月。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个模型的。老实说，我感觉这个模型已经溜了我们这些用户很久了。之前 Sam 在他的博文里面发那个草莓的样子，我还以为那时候就发布了，想不到他推迟到现在。我之前呢写过一篇文章，还比较火，阅读量挺多的。然后呢，当时我就特别强调了一个思维链。思维链的话，它就是一种推理策略，而且呢，它很久之前就在 OpenAI 和 Deep Learning 合作的课程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我呢，其实很少去记各种 AI 提示词，那我的给的一个提示词的模板，或者说我经常记忆的一个模板，就是下面这个内容，就是说我要请 AI 帮我完成什么事，请帮我用思维链来写一个 AI 提示词。一般来说的话，当我给到 AI 这样一个问题之后呢，它就先帮我写提示词，然后第二个提问的话，我会问他根据以上的提示词帮我写对应的一个回答。这样子处理了之后呢，一般来说它的回答的内容的丰富度，它的一个推理性要比你直接去问他一个问题要好很多。那思维链呢，它可以用在多步骤推理任务里面，当然也包括这种数学呀、逻辑、编程，还有就各种复杂的一个决策分析。下面呢，我将介绍3个实践的一个事例。第一个呢，就是英文翻译成中文。宝玉老师呢之前提出来翻译的3个步骤，就是直译、反译和意译。宝玉老师呢还介绍过多种加入一些老师的角色来进行多次多轮的翻译。那后来优化成呢，就是现在一般的步骤就是3步翻译法。我们来看一下，我呢是之前让GPT 呢帮我说我要让他帮我写 AI 提示词，然后他就帮我写 AI 提示词了。咱们在写提示词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给 AI 一个少量的一个例子。你看他写的这个提示词就很好，比如说他说原文是什么，直译是什么，然后反思，然后再意译，这样一个提示词呢就比较完整。然后
接下来呢，我就说，请你用上面的提示词框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翻译，它就这样翻译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翻译就很到位了。整个思维流程呢，就是先让它写提示词，就是让 AI 帮你写给 AI 的提示词，之后呢，再让它根据AI 提示词，再帮你生成对应的答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AI 绘图。在 Midjourney 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根据你上传的图片，它 describe， 然后可以生成类似风格的一个图片，或是100%类似的那个图片。那如果我们不用到 Midjourney 的话，让别的工具帮我们做一个类似的图片，有什么办法呢？Ideogram 的话，它是需要你付费才能上传图片，才能帮你识别图片的。它生成的图片效果是很好的。那我这里呢，就是我让ChatGPT 帮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画图，我让它先根据图片识别出一个提示词。这里呢，我的提示词模板呢，就是我说我要让 AI 帮我画图，我先上传一张图片，让 AI 帮我生成相似的图片，相似度100%，请帮我用思维链来写 AI 的提示词。然后它就开始分析啦，主体元素有什么呀？颜色材质是什么呀？背景是什么呀？然后给到这样的一个提示词。那达利的话，它的生成图片效果不是很好。那我这篇文章呢，我写的还比较早，之前用的是 Ideogram 老的一个模型。那即使是老的模型，当时是放在那个 Ideogram 里面，这4张图生成效果，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写推荐文案。那我这里的话，当时我是想让 AI 帮我分析文章，并且为一个特定的一个平台写吸引人的文案。那我怎么做的呢？我就是说我告诉他，我要让 AI 分析我上传的文章，写一段适合发布在某个平台上的，然后用来吸引粉丝阅读，请帮我用 COT 的方式来写 AI 提示词。然后他就开始设计了，他确定目标，识别关键点，吸引读者的要素，然后最终撰写这样的一个宣传话语。我个人的话觉得还是不错的。那第4个呢，我们再来讲一下用思维链这个方式来做数据分析。这个数据分析的话是在 ChatGPT 里面去做的。ChatGPT 自从它升级了数据分析功能之后，它真的是非常好用。我写过几篇关于它的一个实测的文章。今天再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的提示词就是说，我要让 AI 帮我分析这样一份数据，请帮我用 COT 的方式来写 AI 提示词。然后它就开始写了。任务描述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位数据分析师。我们平常看那些 AI，各种 AI 提示词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说，你是定位成什么一个角色？你需要分析什么？你会要去干什么？它都是这样的话，就直接 AI 帮你写了。还有，它会数字集、字段给出来了，它的分析步骤、预处理。这些也都给出来了。他先自己反思了一下，然后给到了一个详细的提示词，可以看到这里有。然后分析步骤呢，要预处理呀。我这里先说明一下，就是因为当时篇幅有限的问题，下面还有一段内容，所以是截断了。那
下面的话我是把它都放全了，比如说这个 COT 的一个分析步骤、数据预处理、描述性统计分析、客户分群、响应率分析、购买行为分析，还有优化策略分析。然后我就接着跟他说，你就按照上面的提示值方法帮我分析上传的数据，谢谢。然后呢，他就开始分析了。你看，我只要一个提示词给他，他就可以连续进行多个维度的分析。给到分析一个结果，客户分群响应率分析、购买行为的分析，还有优化策略的分析。那其实如果你对一个内容你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其实这些内容完全就是这些角度完全就是够了。那但是我们大家都更喜欢看表、看图，所以呢，我又让他根据我上传的表格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分析，而且呢，我还要让他用 COT 的方式先写 AI 的提示词，然后他就开始帮我写提示词了，又是任务描述，又是数据集，然后可视化的分析步骤也给出来。接着呢，我就跟他说，请按照上面的提示词方法帮我分析上传的数据。然后呢，他就帮我开始生成各种各样的数据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各种各样的维度，这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这些都是一次提问就能出现的结果，不是说我一会儿让他做条形图，一会儿让他做柱状图，一会儿让他做直线图，完全不是的，就是一个提问，然后他就能帮我做出这个图片，我平常也很用的那种图片。然后最后呢，他还能给出数据可视化的分析结果，怎么样？很不错吧？那看了上面的例子的话，我们应该能明白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特定的一个 COT， 因为不同内容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的。比如说我们一篇文章，这是科技文章，这是金融文章，这是医疗文章，然后不同的文章我们不可能用一套的总结提示词来总结它们的要点，这样总结出来的话，总结的要点也是不能说是完全匹配的，所以我们不同的内容需要不同的一个 COT， 需要引导模型，像无论是 ChatGPT 还是Cloud， 要让它引导它去完成每一个步骤，从而提高问题解决的一个准确性和效率。所以我平常的话，我就记这样一个提示词模板，然后用在我多项任务里面。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个 Cursor 的问题。之前我做了好几个关于 Cursor 的视频，然后就有人问，哎呀 ，Cursor 的这个就是问我是怎么把PRD 怎么生成 PRD， 怎么问 AI 让它生成 PRD， 然后让它放到 Cursor 里面去做提示词的。我之前在演示插件的那个流程里面，我当时其实因为之前做了几个插件，然后我也做过总结的插件，我当时演示之前我就想这个应该很简单，所以我就没有准备 PRD。但后来发现演示中就感觉一会儿我的需求在变，一会儿呢因为 AI 理解到 get 不到我说的重点，所以呢就是中间来回拉扯了比较长时间，就越发让我觉得就是提前做一个比较明确的需求，或者说咱们在 Cursor 里面就是对应的就是产品需求文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里呢
给大家展示的是 COSO 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呢是COSO 的一个员工他参加的一个视频演示，然后这是他用的一个COSO rules，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把中英文都对照显示了。那他其实也像让 COSO 来保持简明扼要，然后提出他没想到的解决方案，而且还预测到他的需求，而且他立即给出答案。因为有时候呢 COSO 的话，他用的是 Cloud 的模型，他给出的回答可能，如果说对一个资深程序员来说的话，他给到的回答就是太详尽了，那样的话就是大家就比较浪费时间。所以呢，你完全是可以在你的 COSO rules 去设置的。然后他还说，这是重视好的论点，而不是权威，来源无关紧要。考虑新技术这一点，把它设在规则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在 COSO 里面，我们去让 COSO 调用 OpenAI 的最新的 Python SDK 的话，它经常调用的是旧版，而不是新版。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一个回应呢不足以回答问题 ，COSO 呢经常会说，我现在写的只是部分内容，或者说它就直接省略掉了。那我们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在 rules 里面提前设定好，你一个回答不足以回答，你先分成多个回应。这些的话就是规则就很重要。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 COSO 的界面。COSO 的首先打开它的设置界面，设置界面里面呢，通用有一个 rules， 这个就是一个通用的 rules。然后呢，我这里设定的就是，除非特别说明，请默认使用中文回复。然后下面的话，选项也可以把它打开。打开了之后呢，就是说，假设我这边设置了一个 SOCOS rules 的一个文档，它就会把这个也会当成它的一个系统提示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的话，我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两块。一个是代码索引，一个就是文档，把那个要输入你要参考的文档的链接直接放在里面，它会帮你去进行一个索引。而且如果说你的文档要参考的文档之前被人家索引过的话，其实速度就很快就加载到里面去了。这里的话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去对你的一个代码库进行索引，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回答你的问题。那我之前演示的案例里面呢，就比如说我把 Gluck 的文档直接是把它索引过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索引了25个界面。这样的话，我直接 @Gluck， 它就可以帮我去回答跟 Gluck 相关的问题。Gluck 里面的一些代码示例啊，怎么操作的，都可以用它来帮我们来处理。然后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SOCOS rules。这个 SOCOS rules 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COSO rules 的一个网站。比如说，它这里有 TypeScript、Python 的、React 的。然后呢，这里的话就是有一些比较热心的网友去建的一个网站。假设我点击这样一个规则，我们把它翻译一下，我可以让COSO 来帮我翻译成中文。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rules。当然，这里的话我也可以切换成 Mini4o 的模型。因为对于翻译来说的话，Mini4o 的模型也是够了。可以看到它正在翻译，它已经翻译好了。我们点一下 Accept。它写的 rules 先定位它的一个角色，然后写关键的原则啊，错误处理和验证，
一般来说，我们让 AI 去做一个编写软件的话，其实我们最好让它多写一些错误的一些日志，可以帮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能看一下这些错误日志，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这样也节约跟 AI 提示需要给它的一个提示词数量。包括这种特定的指南呢、性能优化、关键约定啊，这些呢都是比较知名的，或者说一些比较资深的程序员已经提前帮我设定好的了。我们当然可以参考它，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下微调。那再回到之前我们讲的话题，就是思维链问题。那怎么做一个很好的 PRD 呢？这里呢，我实际演示一下。我呢，首先问 ChatGPT， 我说我要 AI 帮我来写一个规则。那这个规则呢，是用来指导 AI 编程工具帮我编写一个 Streamlit Python 的图像处理应用，请它用 COT 帮我来写 AI 提示词。哦，它现在还给到了2个版本。它就会给我这个有项目简介呀，我感觉左边这个呢更丰富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它其实有指示到 AI 具体用哪个方法来处理。这样的话，对于大模型来说，它其实这个是对大模型是比较一个精准的提示了。所以我选择左边这个。然后呢，我再跟他说，请根据以上提示词帮我写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回到这个应用，我先把这2个先把这个给删掉。那这个的话，我要把它改成 rows cursor rows。咱们再回到这里，可以把它这个提示词把它复制一下，回到这个界面。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先选中Composer。这里的项目呢，就是帮我写一个 Streamlit 构建的 Python 图像处理工具。还不错，那我们先点一下，确认一下，它很快就开始帮我们来编写代码了。当然，我刚刚让它写的是一个提示词，那这里的回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项目需求。这里的这个需求呢，和平常我们的 PRD 还稍微有点区别。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里面的内容呢，让它写一个更详细的 PRD。这个已经帮我们写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运行的话，因为 Streamlit 的话应用是需要用 Streamlit 的一个前缀的。这里的话，假设我们可以偷懒，我们就直接在终端里打开终端，然后 Command K， 让它请帮我运行这个程序 Streamlit 程序。咱们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命令行给你写出来了。有时候呢，就是假设这个不是 app.py， 而是一个很复杂的前缀，我们懒得写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用 Command K 让它帮我们来处理。那现在就直接到这个图像处理的应用了。我现在上传了一张图片，上传了图片之后呢，它就立即出现左边这些图像处理的选项，滤镜，看一
一下效果。然后下面的话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没关系，我们可以让Cursor 来帮我们来处理一下，把这边都复制一下。这个呢是终端的，所以我们再回到 Cursor 里，让它处理一下。他说，由于缓存机制无法正确处理这个图片对象导致的。Cursor 帮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写代码时间，可以学习一下这些函数是什么，参数是什么。那我们先点一下 Save All， 回到这个页面。我又上传了刚刚同样的图片，现在下面的话它没有出现就是错误的一个提示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择一下滤镜啊，我看到绿化有一点点变化。模糊也有变化了，灰度不错，挺好，还是调成无吧。咱们旋转角度看一下，不错。上边界下边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哦，这是裁剪，设定一下。很不错，它这个设定的这个上边界下边界还挺有意思，裁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可以点击下载。这里的话要是有个重置按钮会好一点，这是原图。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让 AI 帮我们写了这样一个提示词，然后呢这个提示词呢再让AI 编程工具，也就是 Cursor 来帮我们去完成。中间呢出现了一个小错误，那 Cursor 也很快就帮我们修改了。这样的一个速度效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参考这里的思维链的方式。然后呢记住这个提示词的模板，就是我要让 AI 帮我干什么，请帮我用思维链的方式来写 AI 提示词。这样的话，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万能的提示词。那我们在草莓模型推出来之前，那就先用这个思维链提示词方法我一般叫它思维链，它有时候也翻译成思考链，这没太大关系，来去帮我们去做提高一些推理帮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更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点赞订阅，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我们下次再见。